91年的羊负债了200多万，还清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断绝所有的关系，远离人性，独自跑到大山里，花300块钱租了几间老房子，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人说我是挣到钱了才瞎霍霍，我想说的是正好恰恰相反。这些年一直在人性中积极的还负债，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次次的被人性所伤，也看透了人情冷暖。任何的事情只要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什么哥们儿情谊、亲情、友情，全都碎了一地。好像有点跑题了，还是看看这老房子吧。选了很多地方，最后还是选中了山沟里的这几间房。原因就是旁边没有邻居，整个山头就自己一个人，清静自在。房子的主体框架还算不错，除了少许的地方漏雨，剩下的都是年代的岁月感。手里这个物件80后应该不陌生吧。墙上这幅画里的小孩也是记忆犹深，好像小时候每家都挂着同样的画。推开这有着年代感的老木门，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满地的珍珠奶茶。开始以为是兔子粪，又像是羊粪豆。跟房东确认了一下，原来当年在老房子里养过羊。房顶的纸包高粱杆吊顶，当年也算是精装修了。小时候的香椿炒鸡蛋也算是噩梦，一股子臭大姐味儿。当时也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要吃香椿。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改造之路，预算10万，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预算会不会超，心里也没有底。你们认为改造大概需要多少钱？花10万租的老房子，再花10万去翻新改造，今日开工。有人说这个钱都可以在市区买房交首付了。我想说的是，被人性伤怕了，也累了，一心想回到农村养猫养狗种菜养花，本着修旧如旧的方案就草草开工了。老瓦片尽量完整的拆下，后期再进行复原。本来不想拆除房顶，但是木船子都已经糟了，只能重新更换。不知道后期能不能买到旧的。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天就多出来了预算。开工没有回头箭，硬着头皮先干吧。几十年的老房子也算重见天日了。这个钉子还是第一次见，应该是当时手工打造的。1990年的报纸，比我的年龄还大1岁。有人认识我手中的这个石材不？突然有种无助的感觉。独自来到这大山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翻新改造也没有具体的方案。一想到以后自己在这荒山野岭中生活，心里还有点忐忑。后期的翻修过程中还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花10万块钱租的老房子，都说我租贵了，不值这个钱，还不如自己买下来。租都租了，说啥都晚了，硬着头皮先干吧。今天的任务是先清理房间里的垃圾，拆除这个80年代的老火炕，顺便清理一下炕上的羊粪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在炕上蹦着玩，把炕蹦塌的经历，然后被笤帚疙瘩打一顿？当年的老房子室内基本上都是以土坯为主，几乎没有什么水泥，但是可以100年不倒，而且还挺结实。外面用白灰包裹，里面的劈茬还跟新的一样。上期评论区都说让我找银元或者铜钱，我这瞪大眼找了一天，啥也没找到。谁能告诉我一下这个银元一般都藏在什么地方？我看这个土坯挺适合留着垒个灶台的。最上面这层是用高粱杆和泥做的隔断，据说透气性很好，冬暖夏凉。把墙皮铲下来准备抹水泥，发现里面抹的是泥墙，水泥不好粘接，只能把泥都铲下来。这石头属实有点松动啊，我都害怕会不会把墙拆倒。
把石头缝里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期用水泥填缝。这是我能想到在不动墙体的情况下又省钱又结实的办法。你们有啥野路子装修方案没有？花10万块钱租的老房子，你们觉得值吗？看评论区都说我租贵了，看得我还挺上火。你们能不能来点善意的谎言也好，让我有个干劲儿。今天用水泥先把石头的缝隙填上，清理一下房梁上的土，开始打磨。几十年的木头经过岁月的烟火早已经熏黑，打磨后的木头慢慢的露出了它原来的纹理，坚固如新。整个4梁8柱也露出了它原来素颜时的模样，老木料特有的厚重感也显现了出来，感觉还挺有老味道的。简单清洗一下，颜色立马变得红润起来，就像刷了一层油漆。后期也准备刷上木蜡油。对了，上期说让我在房梁上找银元的，经过确认，好像当时只有地主家的房子上才放银元，怪不得我什么也没找到呢。接下来不准备吊顶了，尽量按照原来的样子去复原。谁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旧的木船子？可别说让我去别人家房顶上拆啊！91年的羊还完负债后，花10万在山沟里租了几间老房子，只想过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生活。今日的任务订船子，原本的木船子都已经糟透了，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旧的木船子，正好赶上附近的村里翻盖新房，从房顶上现拆下来的，18元一根。你们觉得贵吗？全部都要打磨一遍，每根木船子都有着它独特的纹理，老木料的油性更是不输当年，老味道感十足。订船子这个活咱确实不会，请了当地的老师傅，拉水平线，量尺，确定间距。木料太硬，只能先开孔再钉钉子。今天我就充当小工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吧。询问老师傅今年都已经70多了，干活还挺麻利的。虽然咱不会，但是也可以装模作样学一下嘛。房檐上的孔用砖堵上，记得小时候家巧就爱从这个孔里钻进屋里。有认识这个灰浆的吗？请教老师傅才知道叫马刀灰，说是过去建房都用这个。上期评论区说让我保留石头墙，我也是听劝，留了2面石头墙勾缝做背景墙，简单清洗一下，感觉还挺有艺术品味的。剩下的墙面直接抹水泥，准备后期刮白。用别的颜色的墙面怕屋里太黑，你们有啥好的建议没？花10万在山沟里租的老房子，评论区都说我是冤大头。在房顶上铺炕席，不能说我是冤大头了吧？在网上看了很多案例，有铺苇帘的或者草帘的，最后还是选择了炕席。除了造价高点，我觉得都挺好的。上面钉一层2婚的模板，本着2婚彩礼低的心态，能买旧不用新。我认为装修的本质就是自己喜欢就好，不需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正想说铺完的效果还挺好呢，天空不作美，下起了小雨，只能先用塑料布罩上。进屋里先躲会儿雨，抬头突然发现这个大天窗不错，试着跟装修师傅沟通一下留天窗的方案，结果一会儿就雨过天晴了。接着干吧。在模板上先磨第一层水泥进行加固，青砖配马刀灰垒房檐。为啥这个砖是歪歪扭扭的？有懂的没？打灰浆，开始做防水。我买的这个防水布为什么这么薄呢？是不是又被坑了？做完防水后再磨第2层水泥，然后装修师傅让我去找上好的黄泥土，这可把我愁坏了。每天都有点难题，还是先进屋里看看效果吧。下期争取咱们黄泥烧鸽子。36岁的人生，花10万租的100年老房子，再花10万去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今天开始上瓦，马刀灰配黄泥土，这就是所谓的上好的黄泥土，280一车。感觉我又要成冤大头了。老辈子的工艺，黄泥掺稻草，结实又稳固。
上期评论区都说让我铺一层铁丝网，我主打一个听劝。上瓦最重要的就是先调整屋脊，把中心点调正后，接下来的瓦片就铺得正。上黄泥先修出屋脊的轮廓，一层黄泥，一层马刀灰，瓦片稳稳地卧在白灰上。会铺这种小瓦的师傅越来越少了，老辈子的工艺应该有人去传承。这种老房顶的程序确实复杂，先铺一层抗袭，加一层模板，再加一层水泥，加一层防水，再加一层水泥，加一层钢丝网，加一层黄泥，加一层白灰，最后才是瓦片。老辈子的小瓦片铺完的效果确实耐看，屋脊的风口造型也还原了它当年的风采。本来想用原来的泥坯墙去还原，但是工艺有点繁琐，直接上现代砖墙吧。因为这个房子是2进院，后门基本上用不上，把后门封上流窗，准备后期做个榻榻米。你们有啥好的老房子改造建议，帮我往评论区甩甩。我主打一个听劝，别老说我是冤大头就行啊。36岁办的最冤大头的一件事情就是花10万租的老房子，再预算10万去翻新改造，刚开始就超出了1倍的预算，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一脸迷茫。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能干到哪里算哪里了。有人说租的房子不值得花太多的钱去改造，但是脑子里总有一幅改造好以后的温馨画面。可能过于太执着一件事情确实太累。今天改造的是2进院的第2间房，外墙的白灰早已经糟烂不堪，铲除后用水泥抹平，后期再恢复白灰的效果。还是老程序，把所有保留下来的木头重新打磨一遍，后期刷上木蜡油。这个老门板你们有啥想法没有？把木梁清洗一遍，颜色还是红润如新。在北方，这种房梁叫工字梁大坨。据说当年女方来家里相亲，首先看的是房梁上的大坨，依旧是2婚的木船子，18元一根。看来这2婚的彩礼一点都不低啊。屋顶上依旧是铺一层抗袭，准备把3间房子的隔断拆掉，3间变1间，做一个中式茶空间。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个房梁要是在过去，你们说我能娶上媳妇儿不？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的老房子，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没想到改造的费用远远超出了租金。今天上瓦的是第2间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2进院的倒座房。先把屋脊照着正房的样子做好，老瓦片一翻一正，做出风口的造型。最顶上用圆砖拼接出屋脊的效果，本着修旧如旧的方案，尽量还原它当年的风采。老师傅让我先放鞭炮，再封顶最后一块瓦，说是图个吉利。咱们主打一个听话照做。拆下来的老瓦片有破损丢失，从村里买的2手老瓦片，3毛钱一片。这种大小头的瓦片早已经停产，没办法，只能清洗一下，旧中选优。还是黄泥土配马刀灰，把瓦片稳稳地卧在上面。和泥的师傅说停水了，来井边看一下，原来是井里面的水已经抽干，正好下去清理一下这口古井。从开工到现在也没怎么下雨，导致水位太低。据房东说，这口井有100多年了，里面都已经长满树根，竟然还发现了一只小青蛙。小时候的童年画面再次呈现，先送你上去玩会儿吧。这口井不是太深，应该是当年人工挖的。我手里这个工具有认识的吗？你们那边都叫什么？经常看到古井里寻宝的视频，我这口古井会不会清理出意外收获？瞪大眼好好翻找一下，好像有点失望啊。本来以为井底都是淤泥，结果下面是一大块岩石，还算干净，这也算是山泉水了。用高压水枪仔细清洗一下，毕竟后期生活用水都需要取这个井的水。你们说这个原生态的井水有必要加过滤器吗？整整清理了2个多小时，慢慢爬上来，感觉我这个小蛮腰还挺疼。看看清理后的效果还算满意。这个小青蛙跟我也算有缘分，想想还是给它放回井里吧。
小时候看青蛙坐井观天是没有眼界、没有生活、没有追求。今日再看青蛙坐井观天是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就像我在大山里租这个房子一样，就图一个安逸。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的老房子，有很多人不相信，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你们认为值吗？今天先把倒塌的石墙修补好。这老辈子的墙里面真是一点水泥都没有啊！原来的窗户框多半都已经走形弯曲，需要拆下来修正才能安上后配的窗户。这弯曲程度属实有点严重。从村里面请的老木匠，用最传统的修复方式，在弯曲的地方开铆，把木销子慢慢的敲进去，随之慢慢的就能校正。老师傅常说眼睛就是吃，可算修好了一扇窗户，结果效果不是太满意，弯曲的地方太多，怕后期的缝隙太大，算了，还是把所有的窗户都拆除吧。本来想保留原来的窗框，但是还是没保留住啊。这种榫卯结构的窗户拆除有点繁琐，干脆我就暴力拆除吧。虽然有点心疼，但是为了后期不会漏风，还是咬牙拆吧。老窗户的风格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你们有啥好的老窗户造型，帮我在评论区甩几张照片。还有就是用老窗户纸还是用玻璃，你们有啥好的想法没？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呢。花10万块钱租的100年老房子，再预算10万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结果就是改造的费用远远的超出了预算。今天开始打地面，网上都说先铺一层塑料布可以防潮，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办法，更不知道管不管用。这改造过程中也是经常踩坑，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说一下。请老师傅帮我复原了一个当年样式的老烟筒，跟老房子的风格还挺搭配。你们觉得这个烟筒怎么样？后期准备重新垒一个大火炕，毕竟这大山里也没有暖气，冬天取暖只能靠生炉子烧火炕了。清理一下小院，这树根子都已经长进屋里了，把院里的垃圾清走，地面找平，小院的石头墙按照原来的高度重新垒好。总感觉这墙有点高了，把房子后面的泥沙清走，避免潮气进入屋里，顺便修整出一个菜地。石头墙里发现了一个野生蘑菇，长得奇形怪状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有认识这是啥蘑菇的吗？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的100年老房子，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今天一个视频到底，看一下改造过程。评论区都说我的视频太短，更新的也慢，因为每天都在参与干活，也没有团队，剪视频也是个2把刀，毕竟咱的文化也不高，大家多谅解吧。今天改造的是倒座房的耳房，打算简单修整一下，做个厨房和洗手间。这栋小房子应该是民国晚期的，距今确实有100多年了。房顶的木料不是太粗，应该不会是地主家的房，所以咱就不用在房梁上找银元了。有朋友说这个拆下来的土坯可以留着种菜养花，这个土坯中有啥特殊物质吗？把已经糟的木梁拆下来，外墙尽量还是保留石头墙，内墙用红砖修补。以后的结实程度，我这心里还真没有底。外墙倒塌的地方用石头修补好，有人肯定会说都已经这样了，还不如推倒重建。我认为推倒重建就失去了改造的意义。个人比较喜欢缝缝补补的感觉，残缺的美也是一种美嘛。有人总说我花10万租的太贵，这是一个耳房加一个倒座房加一个正房，你们认为贵吗？手里的这2个葫芦算是派上用场了。记得小时候经常出现在水缸里和面袋子里。把外墙简单修整一下，开始上梁。材料用的是旁边大房子拆下来的下脚料，又是天空不作美，刚上完梁就下雨。依然买的是2手木船子，这次是8元一根，上次18元的那个比这个要粗得多。房顶还是恢复之前的小瓦样子，依然还是黄泥配马刀灰。有南方的朋友说这个瓦上反了，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
北方这种大小头的小瓦片就是这个样子的，两瓦之间有窑口，不会漏水。这也可能是南北方盖房的差异吧。前面这两扇窗户还是想恢复原来的花格样式。屋里这块是洗手间、洗手池，上面吊顶遮丑，这面是厨房。上期说铺塑料布打底可以防潮，今天就继续沿用吧。房子后面这棵大香椿树靠房檐太近了，树根都已经长到屋里了，是砍掉还是留着？一直在纠结，你们给点意见，应该是留还是砍呢？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的3间老房子，把隔断拆除，3间变成1间，准备做一个中式茶空间。今天的任务是房梁上刷木蜡油，用细砂纸最后打磨抛光一遍，开始调漆配色，用的是透明色搭配花梨色，降低一下色差。最终的颜色就是自己看着顺眼就行。这个木蜡油和桐油到底有啥区别？查了好几天也没整明白，最后还是选的木蜡油。个人觉得这个颜色温润且不张扬，再搭配顶上面的抗洗也算挺协调。有人总说租的房子不值得这么花心思花精力去改造，我认为在这20年的光阴里能实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算值得吧。准备在原来烟囱的位置搭一个火炕，这个地面是镶砖还是铺木地板？你们有啥建议没？门框上这2个突出的木头是起啥作用的？或者有啥寓意？有知道的吗？在外墙老烟囱的位置想垒一个老式锅台，拿锅比量了一下差不多，试一下烟囱还挺通畅，直接开垒吧。是我的锅买小了，还是锅台面垒宽了？感觉总有点不协调啊。还是研究一下房后面这棵大香椿树吧，离房檐确实太近了，是砍还是留？你们决定吧。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的老房子，上期新垒的锅台，都说我的锅买小了，今天开锅试一下好不好烧。老办法，拿一块肉皮先蹭锅，这个烟属实有点呛啊，是我哪里的操作步骤不对吗？感觉锅都快被我烧糊了。用洗洁精清洗一下，准备把锅台面镶上瓷砖，但是旁边都是石头墙，感觉有点不协调。你们有啥好的办法吗？今天的开锅菜就是炖鱼了，这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长得像带鱼，但不是带鱼。有认识这是啥鱼的吗？顺便买了一条鲤鱼，一起炖吧。熟悉的口号，起油烧锅，准备葱、姜、蒜、干辣椒，开始爆锅。蚝油、生抽、醋、白糖、啤酒，最后再来点灵魂8+1，加水下鱼。这个长条的鱼也算是海鱼，也算海鲜配河鲜了。加柴开炖，灶台还挺好烧，倒是不呛烟。又是天空不作美，还没来得及出锅就开始下雨了。下期准备在锅台的房檐上安一个伸缩伞，你们觉得怎么样？关于我花10万块钱在大山里租了几间老房子这件事儿，有好多人都不理解，也一直存在争议。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垒院里的石头小矮墙，也没来得及更新。打算在房子旁边这个小高坡的位置用石头垒一个小的观景台，就地取材，直接用大块的石头铺地面。虽然这些石头大小不一，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经过师傅们的耐心拼装，再用水泥随着纹理勾缝，独特而又自然的冰裂效果也显现了出来。小院的位置是在半山坡上，可使用面积比较大，可能这就是我的租金贵的原因吧。今天继续用我的柴火灶做饭，本身咱也是农村人，也不会做啥高档的菜，就直接炖肉吧。还是起油烧锅，先用白糖炒个糖色，下入五花肉开始煎肉。个人觉得比焯完水再炖的肉好吃，小火慢煎，把肥肉里面的油脂尽量煎出来。
这样炖出来的肉就肥而不腻。葱姜爆锅，再次下入煎好的肉，灵魂8+1不能少，生抽、老抽、鸡精、盐，搞里头，加水，开锅开始下土豆，再来上一把红薯粉条，盖锅开炖。出锅，这个柴火灶的慢火收汁的效果确实挺好，颜色看上去也不错，就是不知道咸淡。我先替你们尝一下吧。花10万块钱租的100年老房子，再花10万块钱去翻新改造。我想说的是，这改造的坑太深了。就目前改造到这个半成品的状态，你们预估一下已经超出多少预算了？在原来的位置上复原了一个老式大火炕，这个会搭炕的师傅确实太难找了，既要好烧，还不能串烟，还得保暖。炕体还是用的白灰配青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带刀灰，尽量去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在旁边预留了一个烟通口，冬天准备装一个壁炉或者老式铁炉子，把炕里面用水泥抹平，防止串烟，用红砖打底作为支撑点，上面铺炕板，带你们看看炕洞里是什么样子的。北方的朋友对火炕应该不陌生吧，尤其是70、80应该都记忆犹深。是不是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从来都没有睡过大火炕，或者嫌炕太硬睡不习惯，上山拉点黄土准备做炕面，这种又细腻粘性又高的黄土还真是不好找了。把黄土均匀地撒在炕板上，有朋友肯定会说应该用稻草和泥磨炕面，老师傅说这样容易开裂串烟。现在的新式做法就是用湿的黄土撒炕面，轻拍照平，让黄土自然灌缝，后期就能自然定型，还能保暖。最后再用水泥把炕面磨平。主要咱也不是太懂，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效果还算不错。你们猜一下，我搭的这个火炕后期会翻车吗？花10万块在大山里租的老房子，如果给你们10万，你们会来到这个大山沟里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吗？今天的改造进度是先把窗户装好，窗户的样式按照原来的样子1比1复刻的。新窗户显得太新，只能用火炭化一下再刷漆。个人感觉这个老窗户用白色的窗户纸比较搭，但又怕密封不好，装玻璃又显得太新。你们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最近大山里一直在下雨，本来改造进度就慢，这一下又耽误了好几天。看一下全部碳化完的效果，还算满意。准备刷木蜡油试一下颜色，纠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选的棕胡桃的颜色，就是看起来颜色有点深。顺便刷了一个黄花梨色，放在一起对比一下，你们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合适呢？我就是那个90后花10万在大山里租了几间老房子的冤大头，这几天一直在忙着给新窗户刷漆，再加上最近连续下大雨，这改造进度确实越来越慢。有没有想体验一下改造过程的朋友来帮忙一下？管吃管住啊！最近先把厨房、厕所这间房给装修好了，主要每天得做饭洗澡。门窗的样式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复刻的，尽量保持它原汁原味的感觉。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房子的整体有点矮，但是做厨房和卫生间也算够用了。咱们因为这2天呢，大山里一直在下雨，所以导致这个瓦檐子上面的这个炕席一直在发霉。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目前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这个棕胡桃颜色的漆刷到这个炕席发霉的地方，让它尽量避免再次受潮。咱们这个就是刚刷完的效果，看一下。上期有评论区的朋友说让我刷黄花梨色，然后我也是听劝啊。这个小厨房
然后整个刷的都是黄花梨色。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后面这间正房刷的是棕胡桃的颜色，因为后期准备安窗户纸，深点的颜色和白色的窗户纸比较搭，整体看一下效果，感觉还算不错。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有年代感的东西吧。